我就说这，看着美颜，咱们立马就舒服。自然练，对，咱们自然练就行。这样子自然。头发白这么多，不年轻了。好大的噪音，有噪音吗？有噪音？我说我没有噪音，窗没关。嗡嗡的声音，那你就把耳机摘了就会好一点，耳机收音收的比较好。什么时候上？年底。什么？前面头发变稀了吗？前面头发变稀了，不是变稀了，是因为白了。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因为我是做夜场的，所以我的作息时间跟大家不一样。已经拍完了吗？没有，没有拍完啊。怎么播？什么时候播？在哪儿播啊？到时候会通知大家。油管会上传吗？不一定，不知道，现在都不确定啊。像我说了可能就是到时候也会发生改变，统一的时间跟大家说这个的。爱我别走。飞也飞不出那个我，它仍努力地摆动翅膀。今天天又亮，整夜的苦想，我还相信它应该不会是那样。旧日的分量，恩爱的模样。大家可以创作好剧本给我参考啊，不用啊，就是我们的剧本都是自己写的，都跟自己生活有关系，不会拿别人的剧本，因为我们 get 不到别人的生活啊。我们一般都是现在的剧本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加上龙二的想法。
主题曲是啥？你唱吗？不确定啊。现在别，就是你们问我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都没拍完呢，所以现在不确定。什么时候上不确定？白头发怎么白？这本来也有，只是就是没平时会染一染，现在不染。还要拍综艺是的，这个是确定的，我们会拍综艺啊。有个傻瓜爱着你。小茉莉是书接上回吗？不是，小茉莉是小茉莉，芝麻是芝麻啊，他俩不是一回事儿，剧情不连着。好久没更了。12上线不确定，大概是在年后吧，过年的时候啊，跨年的时候，不确定，现在不确定，因为我们没有拍完，好多事情就是现在不确定。一只鸟孤单地在天上，今天天气不怎样，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它仍努力地摆动翅膀。今天天又亮，整夜的故乡，我还相信我是林馆长，最近做了4个人像的一个让，就是针对图的有一些优化，然后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示。先看一下这个素材是从下的那个就觉得拍摄的然后这是第一个，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有点偏绿的一个清新的一个调子。然后这是第二个，这个是在柯达2383的一个基础上来做修改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偏冷的一个调子，也适合做一些清新的人像拍摄。然后这第四个就会偏红一些，这个是在柯达5213的一个基础上来做一个修改的。OK， 首先看一下，就是这个系列是可以适配那个索尼的 S-Log3，然后富士的 F-Log 系列 B-Roll， 然后松下 Vlog、国造的那个 Kinelog， 还有苹果的 Apple Log， 我也测试过，也是没问题。接下来看一下下条素材，那这一条是那个BMPCC 4K 拍摄的一条素材，我们也来预览一下 B-Roll，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偏冷，第四个偏红。好，然后再看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馆长。第三个衣服是白色 ，OK 的。比如看一下这一条的，这条是索尼 ZV-1拍摄的。其实你要愿意也可以这么用。图图还会参与出演吗？会的，我还是会的啊。好努力，这就是我该做的事儿啊，没有努力。我不做这个谁做？没有人帮忙剪吗？谁会帮你啊？生活里边没有人会帮你，你只有花钱，能懂不？我觉得小朋友千万别有这种想法，就说什么没有人帮你，生活就是没有人帮你的，希望每次合作都让他哭一哭啊，好的，尽量。但是他也不喜欢演哭戏，我们所有人都不太喜欢演哭戏，我会觉得说，哭戏就是演得很累啊，要么就是对，是的啊，没有人会帮你啊。怎么卡呢？龙二在沙滩上喝酒，哭得好伤心。演戏啊，有一个剧情。
前看着像40多了，我80多，我现在都已经就是120岁了。哎呀，镜头又不清晰。什么？去广东找你玩，能见到你不？你来我酒吧吧，能见到我，别的地儿应该见不到我。喜欢戏里的周明磊，那你现在就是不要看我直播了，你就把那个美好的印象留在周明磊就可以。不叫吧啊，可以叫吧。Final Cut Pro 它里面有新增的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就是这个音频凸显。那这是我现在的音轨状态。其实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就是会有那个电视的背景声和杂音。然后我打开这个音频凸显之后，它的这个环境噪音就会立马被计算下去。来看一下效果。其实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最新版的 Final Cut Pro， 它里面有新增的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就是这个音频凸显。那这是我现在的音轨状态。其实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就是会有那个电视的背景声和杂音。然后我打开这个音频凸显之后，它的这个环境噪音就会立马被计算下去。来看一下效果。其实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最新版的 Final Cut Pro， 它里面有新增的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就是这个音频凸显。那这是我现在的音轨状态。其实我这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最新版的 Final Cut Pro， 它里面有新增的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就是这个音频凸显。那这是我现在的音轨状态。其实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就是会有那个电视的背景声。如果你想用 iPad 进行专业的剪辑，并且你的 iPad 是 M1 芯片或者是 M2 芯片，那么 iPad 版的 Final Cut Pro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继承了桌面端的剪辑软件 Final Cut Pro 的底层逻辑，并且呢是苹果自家的软件，让 iPad 版 Final Cut 的剪辑体验非常的流畅。无论是手机拍摄还是相机拍摄的视频，处理起来都非常舒服。最高是支持 ProRes RAW 格式的视频，这你受得了吗？关键帧系统、效果组合的玩法，并且实时绘制功能，做这种手写文字的 Vlog 视频开头，10几秒就可以做好。还有专业的视频格式输出，可以轻松的应对复杂的小项目。但是呢，这玩意儿也有个小弊端，就我觉得也是唯一的遗憾，就是它没有智能字幕。配字幕呢，还是需要手打。除此之外，我觉得 iPad 版 Final Cut Pro 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剪辑软件了，并且呢，现在只是一个1点几的版本，之后呢会越来。零基础，20分钟，快速上手 Final Cut。比如你刚刚装上了 Final Cut，看完这20分钟的视频呢，就可以做基础的视频剪辑和调整，最后导出成片，带你快速制作一个小短片。只要你的电脑里面有 Final Cut， 并且有手才能学会。如果我们第一次打开 Final Cut Pro， 现在的界面就应该跟你的界面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知道各个面板是干什么，你只要跟着我去操作就行了。有个前提，有些开关呢，你要跟我打开的是一致的。首先，右上角的这3个开关全部点亮，中间右侧的第1个跟第4个我们点亮。OK， 我们开始操作。看左上角，这里的这个未命名1是我们的工程文件，也就是我们的资源库。再往下这个8月25是我们的事件，这些都是默认的。我们有了事件之后，还是不能开始剪辑。OK， 我们右键这个事件，点击新建项目。那这里我们有一个名称，比如说1111。视频的格式呢，我们这里直接选 1080P， 那它的分辨率就会默认1920×1080，帧速率呢我们调整成25就可以，其他默认就好。点击好。那在这个事件中就包含了一个项目，我们11的项目。当我们点击这个11之后，就可以开始剪辑了。那我跟大家说，对于新手来讲，我们想快速的剪辑一条短片，第一步先找一个音乐。OK， 我们随便找一个音乐，拽到你的剪辑轨道上面。现在这个音频就到了主轨道上，我们按 Command 加减号可以调整这个整个轨道的大小。那我们选择一部分去使用。那我们点击这个音轨之后，右上角就可以调整它的音频的一些参数。那这里我把音频调小一点，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说话。好，稍微调小一点。播放听。OK， 我们就截取这一段。那如何剪裁音频或者视频呢？快捷按 B， 注意我的鼠标 ，B 按下之后会变成一个小剪刀。好，剪断，切回 A， 点击前面的，delete 的删除。
OK， 那我们只用这个副歌的一小部分，我们继续往后听。生命在天边吹过眼前，贪恋夏夜星空你侧脸，犹记得轻抚流过心弦。好，那我们就用到这个位置。好，同样切换成 B， 裁剪，快捷 A， 删除掉后面。音频呢裁剪好了之后，我们做一下简单的处理。首先呢，我们做一个单入单出，点击这个音频轨道之后，在声音的前面的这个部分，我们把鼠标放在这儿，会变成向左或者向右的小箭头。我们点住之后，向右拉，这就是一个音频的单入单出。我们播放听，那它就是从没有声音到有声音。用 Final Cut 剪辑到底用什么软件？那如果你是一名新手，并且真的，往往最好用的就是用电动画产。看完这期教程，你也能轻松完成这样的效果。无论是 logo 还是文字，会使你的视频脱颖而出。感谢观看本期视频教程。我们打开这个背景视频，要做这种发光物体时，需要画面暗一些。打开效果检查器，调整背景亮度，看亮度波形图调整，全局调暗，高光调高一些。注意暗部也不能调节到纯黑，这样当有发光物体时才会更明显。打开文字变栏，选择图形动画，在效果检查器里调节图形属性，去掉红色部分的不透明度，增加白色边缘的宽度，更改自己需要的文字。复制一层，在第一层部分给这个图形加入效果浏览器里的高斯曲线，调节模糊数值。再复制一层，把模糊数值调小一些。我们预览一下，这样就有类似图形灯光效果了。我们把这3个层组合一个复合片段，给这个复合片段添加 3D 旋转插件，调节位置、方向、大小等数值。再复制这个复合片段，继续调整位置、方向等。这个复合片段就是水面倒影。有的朋友要问，为什么不使用镜像呢？我们试一下，镜像只是对于物体的翻转，而没有角度的透视感，对于这个倒影效果是不对的。倒影会根据水面的波动产生波动，给倒影添加效果浏览器时针选项里的水下，调整水下属性数值，幅度反射不用太大，预览一下还可以。混合模式选择叠加，倒影亮度有点高了一些，我们不要调节倒影的曝光亮度，应该调节背景视频的亮度，再给倒影添加一个高斯曲线，调节模糊数值，调高倒影亮度，添加渐变遮罩，倒影亮度有一个平缓的过渡。播放一下，图形灯光没有根据画面移动，先隐藏图形灯光和倒影。点击背景视频，在效果检查器下方添加跟踪器，找到画面的一个跟踪位置，调节跟踪范围，分析，再给图形灯光和倒影分别绑定这个跟踪器，预览一下。全网美女视频必备操作之一，拉长腿。今天就带大家解锁这项简单且实用的操作技能。首先，我们把这样一段素材向上复制一层，然后我们先对下面的这层进行隐藏，按住快捷键 V 键。接下来选中上方素材，在检查器面板中找到裁剪选项，对画面进行保留腰部以下位置的裁剪。重点来了，我们再找到变形选项，在画面中向下拉伸素材到理想的程度。最后打开底层，这样1.6米的美女就秒变1.8米了。你学会了吗？关注我，带你玩转 Final Cut。全网美女视频必备操作之一，拉长腿。今天就带大家解锁这项简单且实用的操作技能。首先，我们把这样一段素材向上复制一层，然后我们先对下面的这层进行隐藏，按住快捷键 V 键。接下来选中上方素材，在检查器面板中找到裁剪选项，对画面进行保留腰部以下位置的裁剪。重点来了，我们再找到变形选项，在画面中向下拉伸素材到理想的程度。最后打开底层，这样1.6米的美女就秒变1.8米了。1.6米的美女表演1.8米。复制啊 ，Ctrl 加 C， Ctrl 加 V。
学会了吗？关注我，带你。重点来了，我们再找到变形选项，在画面中向下拉伸素材到理想的程度，最后打开底层，这样1.6米的美女就秒变1.8米了。你学会了吗？关注我，带你玩转。咱也没学，哎呀，咱也没学会呀。大家好，视频为大家。大家好，今天来教大家如何用 Final Cut 制作延时视频。很多小伙伴在制作延时视频的时候都会选择 PR。PR 的方法是导入排列好的序列照片，然后勾选图像序列，就会自动生成一段延时片段。其实 Final Cut 也可以制作同样的效果，而且对于习惯于 Final Cut 操作的小伙伴会更加快捷。首先打开 Final Cut， 新建一个资源库。将照片所在的文件夹拖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照片都导进来了。按住快捷键 Command 加 A 全选，点击右键新建一个项目。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序列照片都在时间线上了。按住快捷键 Command 加 A 全选，然后再按住快捷键 Ctrl 加 D， 点击数字1。这样做是为了将每张照片设置为例帧。最后我们全选素材，右键新建一个复合片段，然后就生成了一段延时素材。大家好，今天来教大家如何用 Final Cut 制作延时视频。很多小伙伴在制作延时视频的时候都会选择 PR。PR 的方法是导入排列好的序列照片，然后勾选图像序列，就会自动生成一段。如何安装 Final Cut？ 打开 MacWK 网站，在搜索栏输入。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苹果专用的你知道吗 ？Final Cut 10.6可以擦除物体了。来看擦除结果，非常棒，干净利索。选择17V5跟踪工具里边的克隆工具，直接拖给降落伞，调整好其位置，点左上角分析，跟踪完成的非常好。然后解除连接，选择形状，我们把形状调节成正好，圈住整个降落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跟踪非常棒。然后直接选择克隆工具，直接用位置向右偏移，即可擦除我们不要的物体。Final Cut Pro 的基础教程，调整图层的使用。在 Final Cut Pro 中，我们在字幕找到调整图层，添加到时间线当中。什么是调整图层？调整图层是一款插件，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批量添加效果的。假设我要做一个电影宽屏比，直接添加到调整图层，有调整图层下方都会覆盖，没有调整图层的下方都是保存原样。如果想要所有片段。Hello， 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在 Final Cut Pro 上快速的自动的添加字幕的方法。我给它模仿的我看到这个自动添加字幕的这个方法呢，我也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那使用这个方法添加字幕呢，主要有2个优点，一是速度非常快。那之前10分钟的视频，我如果添加字幕的话呢，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现在呢，4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了。那么整个效率呢，提高了500%左右。2是添加的字幕，我们可以进行自定义的设置，像这种字体的大小、颜色、外轮廓、阴影都可以进行方便的设置。那么下面呢，马上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具体的
的使用方法。好，那么下面呢，我们马上打开这个Final Cut Pro， 我们点击一下，那么下面呢，我就以刚刚录制的开场视频为例，跟大家解释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那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我们方法正确这个整体的操作流程还是非常的方便快速的。那这个视频呢，我已经剪切完成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按下 Command E， 或者呢，在这里文件，然后呢，点击共享模板文件，然后呢，在这个设置里面，我们选择音频，选择音频之后呢，我们直接导出就可以，然后呢，点击存储。好，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音频已经导出完成了。那下面呢，我们再进入这个沙发雷浏览器。好，在这个沙发雷浏览器呢，我们要使用的这个网站呢，就是这个 iFlyRack 这个就是讯飞听见这个网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机器快转，那价格呢非常的便宜，每分钟呢只需要0.33元，价格呢非常的便宜。那我基本上每次大概10分钟就完事儿了，时间呢非常的短，所以它对拍摄视频的成本控制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再点击上传音频，然后呢选择我们刚刚导出的这个音频文件，点击选取，那它现在呢已经上传完成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它的初稿类型，我们点击一下选择字幕。那字幕的话呢，我们每一行字幕让它最多显示25个字符 ，OK。后呢，我们点击确认订单就可以。那这个音频的时长呢只有17秒，所以它整个的应付金额呢是0.33元。我们可以使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进行支付，我们点击确认支付，这里呢我们进行付款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因为它的时长呢非常的短，所以它呢瞬时间就完成了翻译。我们点击下载全部结果，这里呢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以 SRT 格式下载全部结果，我们点击一下，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下载完成了。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回到这个 Final Cut Pro， 我们在这里呢添加一个字幕。好，那这个字幕呢是我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面添加的一个字幕。这里呢我们将这个字幕Command C 复制，然后呢在这个项目里面点击 Command V 在任意的位置上粘贴就可以。我们删除掉一个。好，那这样添加完成之后呢，我们在项目里面我们点击一下，然后呢2根手指这么一点，然后呢复制项目，我们双击一下，切换到这个项目里面。好，那现在呢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了，我们将这些所有的元素 Command A 全选之后呢，点击键盘上的这个 FN 加这个删除按键就可以。那点击完成之后呢，它整个屏幕的项目就全部消失了，只剩下这样的一个灰色的东西。刚才我们已经复制了一个现在呢我们在 Command V 随便粘贴一下就可以。然后呢我们就点击这个文件，这边就有一个导出查莫勒，点击一下。那点击完成之后呢，我们就随便取一个名字，然后呢选择我们的存储位置，然后这里呢当前的版本就选择 1.8 就可以。然后呢原数据视图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选择通用就可以。然后呢我们点击存储。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使用到一个非常强大的软件这个叫做 Final SRT。下面呢我们打开这个 Final SRT，在这里呢有一个查莫勒文件，这边呢有一个。Hello， 大家好，我是雷军。距离上次更新 Final Cut Pro 教程视频已经过去大半年了，这段时间我也在考虑如何将这个合集维持更新下去，所以从今天开始，之后的 Final Cut Pro 系列教程将专注于小技巧的分享。如果你恰好是一名 Final Cut Pro 的初学者，那就不妨点个关注嘛，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那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就是在 Final Cut Pro 里如何正确处理 HDR 视频。iPhone 12及更新的机型开始支持了高动态范围，包括杜比世界视频的拍摄。我们可以在 iPhone 设置中依次进入相机、录制视频、HDR 视频中确认。拍摄好的 HDR 视频，如果想以常规的 Final Cut Pro 视频工作流进行，是会出现严重的过曝问题的。当我们想要将 HDR 视频拖入到时间轴时，首先会跳出一个提示，此项目中的明亮内容被截断不拉不拉的，而你也会发现此时的视频是无法正常浏览的，因为它是过曝的。想要解决以上这个问题，有3种解决方案。第一种就是在先期拍摄时不拍摄 HDR 视频，全程使用 SDR 进行拍摄，即可以常规的视频工作流进行制作。第二种，修改 Final Cut Pro 资源库的属性，在颜色处理设置中选中广色域 HDR， 即可以 HDR 视频工作流制作。但是今天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 LUT 在 Final Cut Pro 10中的使用方法，有小伙伴问怎么对素材进行批量调色。在达芬奇中，我们可能会使用拍近帧、远程调色，或者是使用节点相关的群组、时间线等操作。不同于达芬奇的节点操作逻辑， Final Cut Pro 10还是会把调色相关的内容归纳于视频效果中，所以当我们进行调色后，可以结合使用编辑里面的复制、粘贴效果，
粘贴属性的操作来复制调色信息。粘贴效果是指把 A 镜头上的所有视频效果，例如整倍变速、变换等效果，统一的粘贴到 B 镜头上。所以，如果大家只做了调色的效果，没有做处理镜头的其他属性，就可以直接选择粘贴效果。如果只想粘贴调色的操作，那就可以选择粘贴属性，选择调色相关的属性进行粘贴就行。在这项操作中，还可以结合索引，通过搜索相同、相似编号的镜头，就可以直接选中同一镜头或者是相同场景的镜头进行调色属性的粘贴。值得一提的是，能直接通过索引选中镜头并进行操作的只有 Final Cut Pro 10。达芬奇目前的索引功能主要是用来定位素材的位置，并不能直接选中素材。就这一点来说的话，还是 Final Cut Pro 10对剪辑师更友好一点。那么如果不想一直复制粘贴属性，我们也可以像 PR 一样使用调整图层对镜头。经常剪辑的朋友会发现 Final Cut 剪辑工程文件太大，总是导致电脑内存不够，那怎么办呢？今天老吴来教你如何清理 Final Cut 缓存文件。首先打开 Final Cut 面板，点击选中资源库，右键在访达中显示包内容，然后找到对应的事件，找到 Render Files、High Quality Files。这里的 High Quality Files 是渲染的高质量文件，比较占用内存。使用快捷键 Command 加1全部选中，然后右键删除即可。注意这个操作并不会影响工程文件，所以请大家放心大胆的去使用。关注我，学习更多剪辑技巧。经常剪辑的朋友会发现 Final Cut 剪辑工程文件太大，总是导致电脑内存不够，那怎么办呢？今天老吴来教你如何清理 Final Cut 缓存文件。首先打开 Final Cut 面板，点击选中资源库，右键在访达中显示包内容，然后找到对应的事件，找到 Render Files、High Quality Files。这里的 High Quality Files 是渲染的高质量文件，比较占用内存。使用快捷键 Command 加1全部选中，然后右键删除即可。注意这个操作并不会影响工程文件，所以请大家放心大胆的去使用。关注我，学习更多剪辑技巧。经常剪辑的朋友会发现 Final Cut 剪辑工程文件太大，总是导致电脑内存不够，那怎么办呢？今天老吴来教你如何清理 Final Cut 缓存文件。首先打开 Final Cut 面板，点击选中资源库，面板，点击选中资源库，右键在访达中显示。点击选中资源库面板，点击选中资源。首先打开 Final Cut 面板，点击选中资源库，右键在访达。资源库什么玩意儿往哪访达中显示？然后呢？显示包内容，然后找。显示包内容，看一下包。显示包内容，OK， 包内容。然后呢？对应的事件，找到 Render File。What？ 显示包内容。
High Quality Files。这里的 High Quality Files 是渲染的高。高质量文件比较占用内存，使用快捷键 Command 加 A 全部选中。Command 加 A 呀，不是 Command 加 A 啊，Command 加 A，Command 加 A。
连夜剪片没有啊，我不是熬夜，你们不了解我，我是开酒吧的，所以我的作息就是这样。我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头发白这么多，因为它白了，所以白了。早上直播说的话还记得吗？喝多了，喝多了，早上喝多了，避开了白天世界的喧嚣。是的，像我们写歌呀、剪辑啊，其实都是晚上做，白天就是你自己也静不下来，所以我们都是选择晚上。可能商业合作有些事儿你别打听啊，跟你没关系，所以你就别打听了。你也不知道商业合作是干嘛，啊，就先别打听了。
太好哭了啊！可以给大家推。 30秒教会你音频后期的保姆级调音技巧。拿 Final Cut Pro 举例，点击素材，在效果器找到均衡，右边点击显示高级均衡器，就得到了一个调整的 EQ 界面。直接说结论，按照这张图进行调整，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声音进行优化，就能得到非常不错的效果。准的来说就是40至。他的转发都1300-1400了。 啊，那很厉害。赫兹通常分布着人声中浑浊不清的声音，125赫兹呈现出温暖的感觉，250赫兹呈现出力度感，500让声音更饱满，800赫兹属于高频，800至1000赫兹之间是人声危险区，要慎重调整。2000赫兹会让声音更加通透明亮，4至6000赫兹让声音更有穿透感，6至8000赫兹是纯音齿音的重灾区，有问题就在这里找。8000赫兹以上会让声音听起来更加有空气感。你学废了吗？1秒教会你音频后期的保姆级调音技巧。拿 Final Cut Pro 举例，点击素材，在效果器找到均衡，右边点击显示高级均衡器，就得到了一个调整的 EQ 界面。直接说结论，按照这张图进行调整，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声音进行优化，就能得到非常不错的效果。准的来说就是40至100赫兹，通常分布着人声中浑浊不清的声音，125赫兹呈现出温暖的感觉，250赫兹呈现出。这都是命。 这都是命。
拍个综艺真的忙不过来，忙不过来再说忙不过来呗，忙不过来我就花钱，能忙不过来我就自己忙呗。有白头了，早就有了啊！我这人不喜欢矫情，啊，早就有白头发。而有白头发不代表什么啊，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每天有吃有喝，有钱，啊，挺好的。白头发不代表什么啊，有的人他就是白头发会比较多嘛。寒如冰，害怕老去，我天，那也太夸张了，谁都会老啊。我是哪里人？我是东北人。我是东北人。没有，是黑龙江的。黑龙江。直播能露钱吗？露不了钱是吧？哎，现在就是钱这个东西啊，就没有之前那么吸引人了。就之前呢，有钱呢，那都是，哎，自己一下，咱们一下一下数出来的。现在就是一串数字，就没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在那个东北嘛。东北特产就是山货嘛，我爸妈就去那个山里去采蘑菇，就卖给城市里的人。那个时候的蘑菇特别大，特别肥，然后采一筐能卖200-300块钱。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啊，就是那种就觉得一沓钱，哎呀，今天有点，真深圳有点凉，有点抽筋儿了感觉。现在钱就是数字，就你也很少有人有现金。哎呀，没那个感觉啊。
你为什么不找另外一半？我有，我有。对，现在钱就是数字，没有那种就特别新鲜的感觉，就是你看一沓钱那种感觉，只能看到数字那种感觉就不好，就没有那么爽。哎呀，要不是兑换彩票都不知道，没玩过彩票。哎呀，怎么抽筋儿了呢？去干了，因为现在外边有点冷，深圳是难得，难得就是这么冷，今天是有一点点冷，外边刮台风。好，我对象把我扔，他在另外一个家，我没在他身边，他没在我身边。这个房子隔音特别不好。
3刷。那像我这个人啊，就可能就是不太会怀念之前的事儿，所以就是过去的作品我就不刷了。那个615啊，你说话就很无聊。我看你说过好多话，你就是很无聊，一直在反复刷这点事儿。我不知道你是想引起我注意还是怎么着，你聊天好无聊。你让我不想播了，行了，我就不播了，很无聊。聊天很无趣。